航空母舰作为现代海军中最具威慑力和战略价值的武器平台，搭载着各种战斗机、预警机、反潜机等舰载机，赋予了航母强大的打击能力，使其能够在数百公里之外对敌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更是一度成为现代海军的核心力量。二次大战中，美国、英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航母作战都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是也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6艘航母、400多架舰载机对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这种打击是美国直接参战的一个导火索。之后，1942年5月，珊瑚岛海战实现了航空母舰没有见面，目视中没有看到，但是就完成了海战的先例。6月26日，隶属于美国海军黄蜂号2栖作战群的旗舰黄蜂号2栖攻击舰成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顺利进入地中海地区，并且有相关官员表示，此次部署的黄蜂号2栖攻击舰将搭载 F-35B 战斗机，作为轻型航母使用，来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联队离开该地区后的军事任务。航母通常按照吨位大小可以分为超级、大型、中型和小型航母，而轻型航母顾名思义，相较于大型航母，其在排水量、舰载机数量、作战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小。其中，二战时期的英国的巨人级航母是二战时公认的轻型航母，这级排水量约1.4万吨，与当时排水量3.8万吨的英国英级航母相比，它的轻型不仅体现在体量上，更体现在为追求建造速度而做的各种减法上，如取消部分装甲、降低满载航速、减少舰内夹层防护结构。这些举措一方面能以更经济的方式迅速补充战时急需的航母力量，另一方面又使它基本具备舰队航母应有的作战能力。早期的轻型航母虽然建造和维护成本低于大型航母是它最大的特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排水量相对较小，舰载机的搭载数量和种类受到限制。其实呢，轻型航母缺点有那么几点，一个是航速慢，一般在20节左右。造成航速慢的原因呢，它是大多是改装过来的，特别是民船改装过来的，就更显着马力不足了。再一个呢，载机少。载机少的原因呢，因为是改装过来的，或者在设计上它的船体就比较窄，船体窄对载机有巨大的影响，一般载机都不超过30架。防护力差，因为制造周期的原因和制造速度的原因，以及财力物力投资的原因啊，在隔板上、装甲上都进行了减法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许多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轻型航母，但是其最大的作用也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提升建造速度，作为主力航母编队的附属品或者替代品来使用。轻型航母的建造和维护成本低于大型航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决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起来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1953年提出了所谓的前线战斗这个轻型战斗机的相关计划。其计划的核心便是要发展出一款速度相对不高，但要具备短距起降能力的战机。而此时，由于经济状况低迷，英国政府不得已接连削减国防预算，到最后甚至将研发飞机的科研经费削没了。因此，英国的各个飞机公司失去了研发资金来源，即便是强如英国航空界巨头的霍克公司为此大伤脑筋。为了得到政府这笔不菲的拨款，霍克公司决定啃下这一航空界的硬骨头。此时，布里斯托尔航空发动机公司的 B1.53 型发动机刚刚研制成功，霍克公司当即决定基于该发动机制造垂直起降战机，内部代号 P.112原型机诞生了，而这就是耀式战机的原型机。进入冷战时代以后啊，欧洲啊受这个地域影响，机场密集度，国家的狭窄，一旦机场受到攻击以后，飞机怎么完成任务？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能够短距
甚至垂直起降的飞机。英军呢提出这个要求是57年提出来的，然后66年呢，就生产了样机，69年装备了部队。实际上呢，在世界上啊，特别是军事强国啊，这个垂直起降飞机啊，同时代研究的不仅仅钥匙，但是最终形成的装备部队的、形成战力的，就是两个，一个是钥匙，一个是雅克38。随着钥匙战斗机的诞生，也让英国看到了轻型航母在未来作战的可能性。英国开始建造了无敌级轻型航母。无敌级航空母舰的首舰无敌号于1973年开工建造，1977年下水，1980年服役。该舰长209米，舰宽36米，吃水8米，标准排水量16000吨，满载排水量20600吨，最大航速28节，最大续航力7000海里。最大可载机24架，包括15架钥匙战斗机和9架海王直升机。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爆发，英国迅速集结特混舰队，开赴事发海域。由于远离本土作战，英国海军航空兵需要对占领马岛的阿根廷军队发动空中打击。这时，刚刚入列仅2年的无敌级航空母舰便担负起了整个舰队的护航和空中打击的重任。无敌级航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啊，无敌级航母以及它的混合编队达到了战略目的，对阿军实现了彻底的封锁。钥匙战机虽然只有28架，但是在作战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战绩。因为英国本土啊离这个马岛1万多公里，它的飞机如果没有轻型航母，它就不可能实现封锁，不可能实现制空权。无敌级航母在整个马岛战争期间的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预警能力的缺失。在之后的海湾战争中，无敌级航母虽然参与其中，但发挥的作用也都相对有限。虽然无敌级航母在战争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对后续航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率先开创了航母设计的新方式，使航母的设计大为简化，为其他国家的轻型航母发展提供了借鉴。垂直起降战机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海战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优势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们的建造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建造一艘航母，除了相应的技术限制之外，价格昂贵也是许多国家无法承担的另一大原因。如英国伊丽莎白级航母造价为50多亿美元，美国福特级航母造价为140亿美元，即便是作为中型航母的法国戴高乐号，其造价也达到25亿美元，这些还都是当时的货币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承受得起航母高昂的建造、使用与维护成本。于是，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搭载现代舰载机遂行一定制海制空任务的2栖攻击舰和直升机驱逐舰等舰艇的改装方案便被提了出来。其次，这种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还具备着一大优势，那便是该类舰艇不仅可以执行空中打击任务，还能够搭载登陆艇、2栖装甲车、气垫船以及大量的登陆作战人员，实施抢滩登陆和兵力投送等多样化任务。轻型航母改装啊，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性价比。说点土话，就是杀鸡不用宰牛刀。一个是具有大型超级航母的，它也需要一个补充在舰队中。再有一个呢，改装的轻型航母，实际它能够实现一些多元化的任务，你比如像维和呀等等，这些都不需要大型航母上百架飞机来执行这种任务。有30架的轻型航母就能胜任像一些中小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或者是中等发达国家，它对航母的需求没有全球战略，它不需要这么多，它只要维持地方区域性的战略需求就能实现。这时候轻型航母完全能够
满足他的需求。改装一艘轻型航母，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资金匮乏的做法，既有对航母舰艇的渴望，又在技术和经济上无法满足建造航母的能力，所以采用折中的办法。其实不然，即便是拥有11艘超级航母的美国，也在2016年正式提出闪电航母的概念，其目的便是将美国现有的黄蜂级2栖攻击舰和美利坚级2栖攻击舰进行航母化改造，使其能够装载与同吨位的航空母舰数量相媲美的 F-35B 战斗机，来弥补美国核动力航母出勤率状况不佳、复杂维护昂贵且耗时，导致可部署航母数量不足的问题。轻型航母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护航舰队上。护航舰队主要是哪些呢？你想想，一个大型航母，所有舰载机出动，它必然要留下部分来保护自己。有了这轻型航母呢，就可以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倾巢出动。这个护航的轻型航母在家里驻守保卫。再有，一旦轻型航母加入一线作战，它也是打副手。你比如说做空中掩护啊，做火力支援啊，是吧？做夺岛的这个辅攻啊等等。在新一轮轻型航母热中，2栖攻击舰受重视程度明显高一些，各国对2栖攻击舰更是高看一眼。但是2栖舰的改造必然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固定翼舰载机起降的航母甲板，需要对甲板结构、弹射装置或滑跃甲板进行大规模改造。其次，机库空间不足，指挥和控制系统也需要全面升级，整体难度并不亚于重建一艘新舰。所以，一种新型的2栖攻击舰的概念开始被各国所采纳。这种融合也体现在传统轻型航母发展过程当中。意大利建造加富尔号时遵循的是标准的轻型航母，除了搭载战机之外，该航母也在设计源头就兼顾了登陆作战能力。设计有泛水船坞，使其可以容纳数十辆主战坦克或轮式装甲车。实际轻型航母和2栖舰的融合有巨大的好处。好处在哪儿呢？现在的2栖舰把轻型航母的机库、升降机、跃升平台都已经装在了2栖舰上。2栖舰从某种角度上看，它就是一个轻型航母。同时，轻型航母也把2栖舰的有些功能注在了里头，这样就实现了1艘舰达到了2艘舰的目的，效益上的倍升。同时，在作战使用上，那也不一样了，哪个方面需要就往哪个方面使用，实现了效益的倍增。同时，维护费用、维修费用都得到了巨大的节省，实现了双倍战力。这种融合式的设计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轻型航母和2栖舰船的功能正在走向相融。事实上，自加富尔号航母后，就很少有国家再造专职轻型航母了，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兼具两者功能的新舰种之上。近年来，不少国家开始列装具备全通式甲板的大型舰艇，由于具备起降直升机和垂直起降舰载机的能力，也被称作轻型航母。它们的列装在为海上作战编队赋予新选择的同时，也使轻型航母的概念内涵得到拓展。那么，为何一度衰落的轻型航母又重新受到各国的青睐呢？军事科技正在播出。海上小机场。就在去年，土耳其海军正式入列了一艘轻型航母阿纳多卢号。该舰于2016年开工建造，2019年下水。全舰长232米，宽32米，高58米，其标准排水量2.4万吨，满载排水量2.8万吨，拥有滑跃起飞甲板，并设有6个直升机起降点。飞行甲板下方是面积为900平方米的机库，可搭载20架左右的直升机或短距垂直起降战机，同时还具备2栖攻击舰的能力。设计有车库甲板、雾舱等。舰尾雾舱可容纳2艘气垫登陆艇或4艘机械化登陆艇，2层车库甲板可搭载包括2栖突击车、
主战坦克、各型装甲车辆。阿纳多卢号典型的融合发展，是具备两栖功能的轻型航母。该舰原计划搭载 F-35B 等战斗机作为舰载机使用，但是由于土耳其引进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导致土美关系的变化，使其无法获得 F-35B 战机。在此情况之下，土耳其迅速调整思路，并没有接受只使用直升机的传统思路，而是摇身一变，将其改造成一艘无人机航母。无人装备的发展对战争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轻型航母和无人机搭配也存在一个新的创新的发展。土耳其的原来计划使用 F-35B， 由于受阻，准备把轻型航母改装成无人机航母。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它可能就像80多年前大型航母舰载机改变海战的方式一样，会对后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啊，无人机跟现在的舰载机相比，无论从重量、起飞难度、回收难度等等，都有巨大的差别。那轻型航母对无人机满足无人机的需求就恰如其分。除了土耳其这艘现役的无人机航母之外，美国也曾公布了其正在研发和在轻型航母或两栖攻击舰上起降的 MQ-9B 无人机。这种基于捕食者的无人机原本需要陆地机场提供较长跑道才能起降，如今作为舰载机，其战场角色的转变多少会折射出今后轻型航母的发展方向。而且当前一些两栖攻击舰的吨位已经不小，有的甚至超过4万吨。正所谓轻型航母不轻，随着其体量的增大，在不久的将来，其加装电磁弹射器，摆脱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束缚，甚至放飞一些特种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